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萨偏偏。不卖关子，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这部由麦当雄编剧、麦当杰执导、梁家辉、刘德华、李立群、金世杰等人出演的政治黑帮片《黑金》。何谓黑金？黑是指黑道，金是指金钱，连起来的意思就是黑社会和政客相互勾结，通过暴力和贿选等手段参与到政治运作体系当中。在我国台湾省，黑金政治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李登辉的上台更是将黑金政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因此不少人都批他为黑金教父。本片的故事就发生在李登辉执政时期的台湾，具体来说，开始于1994年。关于这个时间点，影片没有直接打出，而是用时任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书被访台的新闻来暗示的。彼时的台湾通过了直选总统的增修条文，立委、市长之类的已经可以直选。电影一开始，黑道大哥周朝先和丁宗树带着各自的一众小弟前来拜访政府高官侯部长，两人的目的都是想得到东区立委的提名。这立委是什么香饽饽？为啥他俩都想当？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台湾政府有个惯例，只要你选上立法委员，那么之前干的勾当就会既往不咎，并受到保护。两人等候时，侯部长不急不躁，就在和一个女人水池冲浪。回到客厅，侯部长让两人说说提名自己的原因，这时就看出两人的差别来了。丁宗树是极尽谄媚，一顿彩虹屁乱吹；周朝先则霸气十足。这里的老板是谁？咱们暂且按下不表。侯部长叮嘱周朝先筹备一些钱送给上面，回头会告诉他具体的数字，再出点钱安慰一下丁宗树。对于这样的结果，周朝先很是满意。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堕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之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调查局中嫉恶如仇的基层组组长方国辉也盯上了周朝先。通过和他老师孙副局长的对话可知，周朝先是黑道松林帮的帮主，目前拥有超过30亿台币的资产。单单在电玩领域，他就有38家连锁店，这些店可不让你去打游戏的，人家是妥妥的赌博电玩，单日营收就高达5000万。打点好有关部门，简直不要太容易。这段话大家可以好好琢磨琢磨。方国辉带着2名下属潜入了周朝先的一家电玩店调查取证，尽管过程有些曲折，但总算掌握了一些证据，并成功逃离现场。凭借这些证据，方国辉以非法经营赌博场所的罪名把周朝先告上了法庭。殊不知在开庭之前，周朝先就已经买通了审判长，当时他还把审判长请到了家里，一起享受了一把盲人按摩。开庭当天，周朝先被无罪释放。法庭外，一个正义的女记者死咬着他不放，为了好记，就叫他孔慈吧。这次庭审的唯一意义，或许就是让方国辉和孔慈相识。聊了几句，发现二人还都是爱宠人士。孔慈养了一只猴子，方国辉养了3只猫。这是我小孩小李、小灯、小辉。影片这是讽刺的谁？相信不用我多说了。夜里，方国辉先是给家里的3只小猫做了晚餐，随后又和身为出租车司机的方爸聊了聊天。出租车也算是一个小伏笔。事情来到周朝先这边，他一边用霸道的温柔和老婆阿香下了象棋，一边让阿香对侯部长夫人搞得书香社多上点心。期间，他还提到了两人在1清2清时的经历。简单科普一下，所谓的1清2清，你可以理解为台湾版的扫黑除恶。1清全称1清专案，1984年10月15日，笔名江南的3名间谍，华裔美籍作家刘以良，在美国遭到台湾情报局雇佣的竹联帮杀手刺杀身亡。1个月后，台湾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扫黑行动，一共逮捕了4000多名黑帮分子。作为台湾最大的外省挂帮派竹联帮，就是因为这件事而元气大伤。那些被逮捕的黑帮人士，大多数被关在了位于台东县东面海面上的绿岛监狱，直到1988年后才被释放。李敖和柏杨等人也都曾被关在那里过。顺便提一嘴，绿岛之前也叫火烧岛。朱延平执导，成龙、刘德华、洪金宝、梁家辉主演的《火烧岛》，讲的就是绿岛监狱中的故事。2清发生于1990年，规模较1清小得多。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搜索，这里我就不赘述了。在本片中，1清时周朝先被关在绿岛监狱整整5年，2清时他因为在香港躲过一劫，这期间阿香一直都陪伴着他，二人也算是患难夫妻了。镜头一转，来到了善元山庄，这里正在举行祭祀会，家耀义卖被主持宋妙天大师开过光的灵骨塔。这个宋大师有多牛呢？竟然会影分身之术。作为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的人，直觉告诉我，这分身大法肯定有猫腻，但具体咋回事，咱们暂且按下不表。可以说的是，这个善元山庄其实是由侯部长控制的。山庄开设了一个济世基金会，侯夫人正是会长。义卖灵骨塔只是幌子，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获得政治现金。操作起来十分简单，祭祀会上灵骨塔标价30万一个，表面上周朝先只让阿香认捐了10个，也就是出300万。但实际上，阿香则借此给了善元山庄整整6000万，这6000万就是政治现金，也就是侯部长之前说的让周朝先准备的数目。别人或许发现不了，但一直盯着周朝先的方国辉他们不仅注意到了这6000万，
还想到了一个新的计划。他们发现周朝先正在参与政府海滨公路工程的投标，为了中标，他连续2次会见了营建署的副署长，并用暴力的手段逼迫竞争对手退出。于是他们决定将计就计，找到同样参与投标并遭到恐吓的林董，让他作为卧底协助调查。一开始林董是死活不肯同意，这种恶作剧不过是方国辉下属使的小计谋罢了，周朝先怎么可能会做？这天，周朝先组织了一场竞标者讨论会，林董带着伪装成大哥大的试运设备也来了，估计是怕观众脸盲，这里只有他穿一身白，暗示了他的立场。别墅外不远处是通过视讯注视现场的方国辉等人。这时有人迟到了，把迟到的家伙赶走以后，周朝先言简意赅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大概意思如下：现在投标者就剩咱们几个，我的方案很简单，这项目我一个人玩就行了，顶多赚2亿，我会拿出4000万作为补偿，你们自己分。众人一听，面面相觑。这时，作为卧底的林董故意带头挑事：“你合着赚2亿，你早就买通了营建署，偷工减料加预算，至少赚7个亿起步。”周朝先自然不怕林董，但在这之后，因为得知现场一位大哥在外面安排了兄弟，出于不想搞到火并的地步，他稍稍做了退让，给出了一个新的方案：每人再多施舍200万。周朝先不是傻子，这货一再搞事，肯定是受人指使。他将众人送走，打算对林董单独审问。见周朝先追到了大哥大，情急之下的林董突然掏出一把枪，听到砰的一声枪响，方国辉等人察觉到事情不妙，立马赶了过去。结果他们刚赶到，有没有小伙伴了解这种钓鱼设备？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紧接着，更凶残的一幕出现了，周朝先放出了无数只凶猛的恶犬。好在方国辉等人也不是无能之辈，结果一番波折之后，他们总算成功救下了林董。不久后，因为方国辉的调查，周朝先之前偷工减料，导致3座工程倒塌，造成了160多人死伤的事被翻了出来，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政府也暂时冻结了海滨公路工程。有人欢喜有人愁，方国辉因此被封为了赌博系涅顽克星、司法界战士，还和孔慈成了恋人，而周朝先则只能暂时蛰伏，一直没有露面。这天，方国辉、孔慈等人共进晚餐，服务员突然送来一瓶价值6万的红酒，说是周朝先送的。很明显，他这是想腐化方国辉，但方国辉怎么可能接受？略施小计就把酒还了回去。哪个干部经不起这样的考验？从方国辉那里吃了瘪，周朝先转眼又去见了老靠山侯部长。电视上播放着投标者讨论会现场的录影带。按照侯部长的说法，这是他动用了不少关系才给按下的。心存侥幸的周朝先认为自己低头认错，应该还可以被提名立委。然而侯部长的意思很明确，老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一届我们提名丁东树，你就等下一届好了。这你们还能忍吗？当然能，谁叫人家是大领导呢？事实上，打从一开始，侯部长和老板就没想过要提名周朝先，原因是他这人不好控制，不过是想骗他6000万的政治现金。相反，奴颜媚骨的丁东树要听话得多，他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如今周朝先也想明白了，以他的性格，怎么可能会善罢甘休？这天，获得提名的丁东树正发表着感言，周朝先突然带人闯了进来。你们不是不提名我吗？那好，我干脆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重新参与立委竞选。周朝先和丁东树分别控制着2家出租车公司白云车行和全国车行。为了拉拢选民，他们都派出了各自的车行宣传造势。结果为了抢夺乘客，2家车行的司机打了起来。本来这只是件小事，但周朝先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自己翻盘的好机会。他展开部署，先是叫人在多个交通据点向对方车行挑衅，目的是让整个台北市的交通瘫痪起来。接着，他让阿香换身衣服去参加警政署长和夫人所在的舞会，让署长注意到自己。阿香在舞会上跳了什么舞，影片没有直接展示，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随后，周朝先又联络了各方媒体，让他们等消息随时配合。不得不说，周朝先这一套组合拳打得很漂亮。骚乱越来越大，处理不了的署长看到阿香后，肯定就得来劝他出山。到时候他3言2语平息事件，再经过媒体传播，支持率还不蹭蹭往上涨。事情的发展也与周朝先的预期完全一致。现场火光四射，伤亡惨重，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看着新闻里的报道，周朝先兴奋了一批。当署长来找他时，为了表现自己的痛心和急迫，他直接穿着睡衣就赶去了骚乱现场。花开2朵，各表一枝。你可能想不到，这段时间立下大功的方国辉经历了不小的打击。还记得善源山庄的济世基金会吗？为了调查周朝先，方国辉顺藤摸瓜查了济世基金会的户头。没想到孙副局长居然因此要求他停职休假，还要把所有相关资料严密封锁。显而易见，孙副局长就是高育良那种腐败分子，表面道貌岸然，背地里和侯部长是一丘之貉。因此招完会的录像还没有流出来。此时再看看孙副局长的嘴脸，这不就是魏忠贤吗？
除此之外，前面提到方爸也是出租车司机，在由周朝先一手策划的那场骚乱中，因为想给现场报道的儿媳妇孔慈送些吃的，方爸也不幸卷入其中。当方国辉找他时，他已经身受重伤。好在这些遭遇并没有令方国辉停止调查，相反，他更坚定了一查到底的信念。期间，孔慈还借着职务之便，把他的一封信交到了法务部的冯部长手上。事情发展到这里，暗地跟踪调查的方国辉已经掌握了侯部长、宋大师、孙副局长等人相互勾结的录像。如何获得进一步的突破？他选择的切入口依然是善源山庄。通过伪装成空调修理工的方式，他们在善源山庄多处安装了监控。监控显示，宋大师不仅在为侯部长获取黑金，还利用灵骨塔帮着丁宗树贩毒，将毒品藏在了灵骨塔内。除了这些，宋大师还做了一件事，那是他们在监控中看不到的。一直以来，宋大师都在源源不断的把女信徒送到侯部长面前供他玩乐。还记得影片开场时，侯部长在和一个女人学游泳吗？那人应该就是宋大师的信徒之一。可前段时间，侯部长一边学游泳，一边和一个女信徒玩起了绳结游戏，结果闹出了人命。侯部长赶忙把宋大师叫过来处理，还焦虑地抽起了烟。烟还是要少抽，少抽烟不是为了健康，是怕断货了。你绝对想不到，他们所谓的处理，就是直接将人火化成骨灰，然后装进灵骨塔中。看样子这种事儿他们没少干。时间线回到当下，话说这宋大师警惕性也是极强，没过多久，他就感觉到自己被人跟踪，随即向侯部长打电话求助。侯部长多精明的人，你都被人盯上了，还想着我帮你，开什么玩笑？他想了个一箭双雕的狠招，找杀手做掉宋大师，然后通过传媒引导舆论，让大家认为是周朝先干的。这样不仅除掉了宋大师，还可以搞垮周朝先的支持率。夜里，方国辉等人跟踪宋大师来到夜市，侯部长派去的杀手也埋伏其中。结果这两方对战起来，方国辉的得力干将不幸身亡，而宋大师则成功逃脱。尽管事情的走向与预期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侯部长嫁祸周朝先。一时间，媒体上充斥着可能是周朝先杀人的新闻，看得阿香都忍不住笑了。镜头一转，又是一场立委竞选宣传造势，周朝先与丁宗树狭路相逢。丁宗树打出了杀人立委退选的口号，阿香护肤心切，发毒誓如果老公干过那些勾当，自己就横尸街头。丁宗树便把枪口对准了阿香，当着父老乡亲的面，把他曾经当过小姐的事抖了出来，侮辱性言论不堪入耳，把周朝先给气得恨不得上去撕烂对方的嘴。这时，阿香拦住周朝先，站出来说出了一番暴论。不错，我是当过小姐，但谁没有做过错事？朝鲜做过黑帮老大，但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我。想想看，他连我都能改造，难道还不能改造台湾吗？此言论一出，现场民众都被洗脑了，掌声雷动，呼声四起。表面上看，这事儿算是平息了，但实际上，护妻狂魔周朝先并不想就此罢休。时间来到夜里，他派了一个性感的女杀手勾引丁宗树。女杀手趁着丁宗树和自己下象棋之际，对着他的嘴巴就是一枪，干掉了丁宗树。成为立委对周朝先来说已无悬念，他买了架直升飞机，给侯部长来了个下马威。另一边，得知周朝先高票当选，方国辉连忙找到冯部长，可冯部长却说时间紧迫，你要闯的话就硬闯吧，我可能很快就要被迫辞职了。为什么会这样？是时候给大家聊点场外信息了。或许有些小伙伴还不知道，本片中的很多角色都有原型。冯部长的原型大家应该都认识，马英九。1993年，马英九出任法务部部长，开始严办地方黑金势力。他清正廉洁的作风和儒雅帅气的形象，颇受台湾老百姓的喜爱。那一年，就连费玉清的节目都曾经邀请他前去做客。然而，过猛的办案力度让马英九成了国民党内部的众矢之的。李登辉甚至说他差点搞垮国民党。最终，在强大的压力下，1996年，马英九被迫离开了法务部，而后跑去了一所大学教书。同样的，方国辉也有原型，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特侦组检察官侯宽仁。侯宽仁曾办理过好几件在台湾备受瞩目的大案子，包括太极门养小鬼案、股市偷运案以及周人参电玩弊案等等。其中，周人参是电玩大王，周朝先的原型之一就是他。而除了他之外，周朝先还影射了两个人：罗福柱和郑太吉。罗福柱被称为台湾的黑社会教父，是台湾黑社会组织天道盟的龙头老大。后来他成为了无党籍联盟的首领，于1995年当选为立委。郑太吉也是个狠角色，他于1990年在黑道助力下成为了屏东议员，期间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素有流氓议长、屏东皇帝的外号。直到2000年，他才因为枪杀商人而被枪决。需要指出的是，1995年台湾的确发生了一场出租车暴动，但资料显示同罗福柱和郑太吉没啥关系。本片把这件事设置在了周朝先的身上，巧妙地增加了故事的戏剧性。另外，侯部长和宋大师也都有现实指向。一般认为，侯部长所影射的是民进党中的谢长廷，依据有两个，一个是侯部长的形象与谢长廷类似，
一个是侯部长与宋大师的勾结，在现实中，谢长廷和夫人都相当迷信，他们也与一个叫宋七力的神棍纠缠不清。这个宋七力就是宋大师的主要原型，其另外一个参考原型是曾因为收买灵骨塔位而获罪的妙天禅师。宋大师的全名叫宋妙天，明显是编剧给那俩人用了一张融合卡。咱们重点讲讲宋七力。起初，这货利用摄影技术拍了不少神级照片去卖。片中在范国辉监控单元山庄时，就让我们看到了宋大师拍分身照的骚操作。后来，此人又靠卖录影带和书籍割了一大波韭菜。谢长廷的夫人还曾因为给他担任编辑，被控诈财共犯。然而，直到现在，谢长廷和夫人也没得到啥法律制裁。谢长廷还成了台湾所谓的驻日代表，3天2头就成了恶心人。日本已经讲说要把这个2年后那他们会把那一种有害的放射成分清除，那只有川没有办法清除，所以要告白。好了，咱们继续说回剧情。既然时间紧迫，那就必须来把快准狠的。方国辉的办法是绑架宋大师，把他置于一个类似碎铁机的机器上。到这里，宋大师的分身大法之谜总算解开了，不仅仅是拍个照片那么简单，致命魔术直呼内行。除此之外，方国辉还掌握了宋大师奸淫女信徒的照片，并通过 P 图炸出了宋大师与侯部长夫人有染的事。事已至此，再挣扎也没用了。为了活命，宋大师决定与方国辉合作，协助获得更多的证据。这天，周朝先邀请了其他12位黑帮立委共商大计。他已经不满足于当个立委，而想团结台湾所有的黑道兄弟，做一件大事。此时的周朝先还不知道，在宋大师的掩护下，乔装打扮的方国辉等人已经潜入了他的家中。宋大师谎称上个月有一笔数目出了问题，让阿香去查一下。尽管很快被识破了，但最终他们还是成功从电脑中获得了周朝先贿赂官员的证据。得知这个消息后，怒不可遏的周朝先立马乘坐直升机往回赶，并通知兄弟们从各地拦截追堵。可惜方国辉早早就让孔慈带了一大群媒体守在关键的路口，周朝先的人还真像龟蛋一样，连头都不敢冒，吓得屁滚尿流。事到如今，周朝先的政治生涯彻底结束，甚至能不能活命都是个问题。情急之下，他决定去找老熟人侯部长。前面提到，侯部长的身后还有个老板，起初他们就没把周朝先当自己人，如今出了这么个事儿，他们自然要弃车保帅。这话可不是字面上那么简单。还记得侯部长把人烧成骨灰放在灵骨塔里吗？那也是一种住在单元山庄的方式。然而周朝先也不是吃素的，他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在电梯里安排了自己的兄弟，一眨眼的功夫便反客为主，吓得侯部长撒腿就跑。侯部长死了，老板也不可能救自己，那怎么办？周朝先决定带着阿香和弟兄们殊死一搏，用30辆不同类型的车辆掩护，强行出逃。没成想，就在这时，方国辉开着武装直升机从天而降，用导弹挡下了周朝先的车队。爆炸撞车此起彼伏，一怒之下，周朝先干脆拿出了火箭筒炸了飞机。经过一番苦战，周朝先已经无路可逃，妻子阿香也出了意外。看着周朝先奋不顾身的跑去救老婆，方国辉也被触动了，赶过去帮忙。影片结尾，心死的周朝先被判处死刑，宋大师和孙副局长被送到绿岛监狱服刑，还有一大批官员逃往海外。